伯纳德·埃尔诺与总统是老相识了，毕竟埃尔诺即便从世界首富的位子上掉下来，他也依旧是整个法兰西以及整个欧洲的首富，所以在欧洲这一亩三分地，他的影响力不比任何人差。要是以往总统的召见，伯纳德·埃尔诺还真未必感兴趣。不过今日毕竟是荣耀加身、光宗耀祖的大好日子，所以他也十分兴奋，与总统四手相握，谦逊地说：“总统阁下过奖了，我只是做了一点我应该做的。”总统摇摇头，感慨万千地说：“今天，所有法兰西人们都为您感到骄傲，而我稍后也将代表法兰西，授予您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是法兰西最高荣誉奖章，一般来说，和平年代只有为国争得至高荣誉的人才能获得，比如重大体育竞技赛事里的世界冠军。对伯纳德·埃尔诺这种商人来说，授予这么高规格荣誉勋章的非常少见，就连他自己过去这么多年也没有得到。其实，对法兰西政府来说，一枚勋章不值钱，但他们之所以严格限制数量，就是为了保证勋章的含金量，一旦这东西泛滥了，那它的价值就将大打折扣，而它的吸引力，对那些没有得到勋章的人来说，也同样会大打折扣。伯纳德·埃尔诺很是高兴，一回来就受到总理接机、总统接见，而且还将被授予最高荣誉勋章，规格已经拉满了。随后，两人在媒体记者的镜头面前寒暄片刻之后，便正式进入到了授勋仪式。授勋仪式有一套固定的流程，有很多法兰西高官以及卫兵现场见证，媒体记者也在一旁实时同步直播。满头银发的伯纳德·埃尔诺在全法兰西民众以及半个地球民众的注视下，得到了那枚精美的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当总统将那枚勋章挂在他胸前的时候，整个爱丽舍宫的现场掌声雷动。这个年迈的小老头自诩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从不为这些虚无的名利所困扰。可今天他才真正意识到，不是自己不喜欢名和利，只是之前根本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他眼眶微微泛红，似乎胸腔之中也有了一种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怀。叶晨通过直播看到了伯纳德·埃尔诺的激动与兴奋，他也从漫天飞舞的弹幕中看到了法国人民对他的崇拜。于是他忽然灵机一动，心想，不如就送佛送到西，多给他一些甜头尝一尝。随即他掏出手机，给同在岛上的塔瓦纳发去一条微信。几分钟后，刚接受完总统授勋的伯纳德·埃尔诺正端正身体，与总统一起接受着媒体的拍摄。一旁的工作人员忽然走到总统身边，激动地在他耳边耳语几句。总统听完两眼放光，压低声音问：“消息属实吗？”“属实。”对方回答：“我已经跟塔瓦纳斯维特的公司核实过了，确实是斯维特小姐的决定。如果我们这边也没问题，斯维特小姐随时可以在她的个人社交媒体平台官宣。”“太好了，实在太好了！”总统激动不已，立刻对在场的媒体说道：“诸位，刚刚收到消息，著名歌手塔瓦纳斯维特小姐为了感谢伯纳德·埃尔诺先生，决定在度假结束之后，要在法国举办5场个人演唱会，而且演唱会的所有收入全部捐给法国慈善机构。”现场记者们顿时发出一阵惊叹。塔瓦纳斯维特的演唱会早就成了拉动当地旅游经济的金钥匙，可以说他选择在哪里开演唱会，哪里的旅游行业就会得到一次很大的提振。钱还不是最主要的，国家和城市在全球的热度被顺拉起来，后面的长尾效应才是更大的收益来源。更何况这次塔瓦纳可不是来商演的，他是来慈善义演的，演出所得都捐给本国慈善事业。5场演唱会的票房收入至少也有1亿欧元。除了所有有钱有关的好处，法兰西的面子也将得到一次大大的提升。因为塔瓦纳斯维特这么大的明星都主动过来搞义演，这种事就算在美利坚也没有发生过。记者们倍感惊讶，
都纷纷将镜头对准年迈的伯纳德·埃尔诺，因为大家都知道塔瓦纳要来开5场慈善演唱会，一定是为了报答伯纳德·埃尔诺的救命之恩。伯纳德·埃尔诺也懵了，他第一个念头是不合理啊，救塔瓦纳的是叶晨，又不是我。塔瓦纳心里肯定有数，但想到叶晨，他就瞬间明白过来，这一定是叶晨授意塔瓦纳做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的他，这一刻竟然有些感动的眼眶通红。他觉得连自己的命都是叶晨救的，结果叶晨把这么大个功劳送给自己就算了，现在还让塔瓦纳来给自己锦上添花。他不由暗忖，这还是那个拿着塑料传国玉玺、水墨画蒙娜丽莎敲诈了我几亿美金的叶晨吗？以前我觉得他是这世界上最可恶的人，为什么现在觉得他的人性光辉如此灿烂夺目呢？试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说的就是他了吧？有媒体用长焦镜头敏锐地捕捉到了伯纳德·埃尔诺的眼角流出2行浑浊的泪水。不知事情真相的媒体记者以为这位老人是在为塔瓦纳·斯维特的报恩行为所感动，心中纷纷勾勒出一个感人的故事梗概。善良又有钱的前世界首富伯纳德·埃尔诺救下了白马岛上所有的游客，而知恩图报的国际巨星塔瓦纳则立刻投桃报李，要来法国举办5场慈善演唱会。这不就是世界人民大团结，全球人类相亲相爱的典型吗？一瞬间，照相机咔嚓咔嚓对着伯纳德·埃尔诺拍个不停，一篇篇感人肺腑的新闻稿件已经在这些新闻媒体人的肚子里有了雏形。此时，法兰西以及整个欧洲的歌迷粉丝的热情则瞬间被点燃，在屏幕前欢呼出声。人们一直热爱塔瓦纳，现在也因为这一系列的时间，热爱上了这个满头银发的小老头。一时间，伯纳德·埃尔诺在法兰西、欧洲，甚至全世界的受欢迎程度急剧暴涨，达到了一个其他富豪无法仰望的巅峰。当伯纳德·埃尔诺从爱丽舍宫离开的时候，各大媒体早就已经在网络上发布了自己的新闻报道。伯纳德·埃尔诺的老婆激动地告诉他，我看过了每一篇稿件，无一例外全是正面报道，所有媒体都在夸赞你，而且文风词藻都非常用心，对你也是不吝赞美之词，评价极高。是吗？伯纳德·埃尔诺兴奋的心跳加速，问他，你看过网络上民众的评论了吗？他们是什么态度？老婆投口而出，他们对你几乎是100%的盛赞和拥护。很多人甚至明确说，如果全世界的富豪都能像你一样有担当、有责任心，他就不会仇富了。这样的评论受到很多人的点赞以及附和，很多以前对富豪不满的人，这次都对你刮目相看。我的天，伯纳德·埃尔诺感叹道，要是这么发展下去，哪天我是不是也能试着从政了？他老婆耻笑道，你都多大岁数了，还惦记从政？再说这种事情对你应该也没什么吸引力吧？伯纳德·埃尔诺摆摆手，严肃道，你不懂，以前没吸引力，现在有了。我忽然找到了那种感觉，那种钱带不来的感觉。老婆握着他的手，认真道，伯纳德，我们年纪都很大了，往后的时间应该更好的拿来享受生活，不是吗？伯纳德·埃尔诺不自然地笑了笑，随口说，你说的对，不过你放心，我只是打算把赚钱方面的精力减少一点，然后去做一些我现在想做的事情。至于生活，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你尽管放心。况且，就算我们要享受生活，也不可能把所有工作都停掉，忙了一辈子，忽然彻底松下来也适应不了的。老婆这才放下心来，轻轻点了点头，嘱咐他，你要记着，年纪大了，还是要把身体放在第一位。他并不知道，此时的伯纳德·埃尔诺正在心中感叹，你说的对，我们的年纪都很大了，可你不知道，我吃过1颗回春丹，而且距离下一颗也只差了500亿经验值而已。我这辈子钱早就赚够了，奢华的生活也享受够了，而且这么庞大的奢侈品帝国，
还在为我不断创造财富。我有了现在的好名声，他们以后帮我赚到的钱肯定会更多，我自然要去体验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现在叶先生已经把底子给我打得如此坚实，我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被他捧上了高台。这样的舞台可不是用钱能堆砌出来的，这么好的机会，我要是不把握住，不但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叶先生的栽培。况且我未来的人生还很长，至少还有30-40年可活。